今天呢，給你講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。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，有這樣一位大人物，在朝廷裡他高高在上，是國家最重要的管理者之一，也就是宰相。更厲害的是，他不光官大，文章也寫得好。他是唐宋8大家之一，他的詩啊，像一幅慢慢展開的畫，意境深遠，每一個字都像是反覆打磨過的。比如那句千古名句：春風又綠江南岸，一個綠字就把春天那種萬物復蘇的景象寫活了。一般人會覺得，這麼一個大文豪、大宰相，肯定特別講究，特別有氣質吧。可偏偏他在當時還有另一個更響亮的名號：大宋第一邋遢大王。這個人就是王安石。你要知道，那會兒的宋朝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地方，人也活得特別講究。那時候的文人聚在一起做什麼呢？聞香。細細的煙從香爐裡升起來，繞啊繞，屋子就靜了。品茶，抿一小口，不急的咽，等那一點若有若無的甜。插花，一支在手，左看右看，總在琢磨哪一邊更對。聽琴，琴聲像水，流過耳朵，又流回心裡。有身份的男人出門，衣服上都要燻名貴的香料，甚至會在頭上戴一朵鮮花，那叫一個精緻。但在這一群精緻的文化人裡，王安石簡直是個異類。他到底有多邋遢呢？史書裡記了幾件事兒，你聽完會覺得，這也太誇張了吧。先說吃飯。王安石的太太有一次跟朋友抱怨，我老公太挑食了，吃飯呢只吃肉，別的都不碰。朋友不信呢，心想，宰相怎麼可能這麼偏食啊？於是請王安石吃飯的時候，悄悄做了一個實驗。他把一盤肉正好放在王安石面前，王安石坐下來，一邊思考着什麼，一邊吃飯。果然，一頓飯吃完，正前方的肉吃得乾乾淨淨，別的菜看都沒看。第二天，朋友又請客，這一次他故意把肉放遠一點，把一盤青菜放在王安石面前。你猜怎麼着？王安石還是一邊想事情，一邊吃飯。可這一次，他把青菜吃得乾乾淨淨，旁邊的肉一筷子都沒動。大家這才恍然大悟，
他根本不是挑食，他只吃離自己最近的東西。只要能填飽肚子，吃什麼他根本不在乎。吃的隨便，穿的更隨便。一件衣服他能穿一整個冬天不洗，而且他也不愛洗澡。一個頭髮亂糟糟、身上帶着味道的男人，每天就這樣去皇宮裡上班。有一次，王安石向皇帝匯報工作，說得正激動，皇帝突然走神了，盯着他的鬍子，憋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你猜怎麼着？原來王安石那亂糟糟的鬍子裡竟然還沾着一粒米飯。當着皇帝的面這樣，其實很不禮貌，但皇帝太了解他了，只覺得逗，也沒說什麼。他的朋友們實在看不下去了，於是幾個好哥們商量出了一個辦法，每隔1-2個月，幾個人合夥，強行把他架到澡堂子裡，按進水裡，幫他洗一次澡。洗完換上乾淨衣服，再放他走。他們管這叫拆洗王安石。關於他的邋遢，最轟動的是一起醫療事件。有一次，他的學生們發現，老師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黑，黑得發暗，根本不是正常人的膚色。學生們嚇壞了，以為老師得了什麼重病，趕緊請來了京城裡名氣最大、醫術最高明的老中醫。這老中醫什麼疑難雜症沒見過，他讓王安石坐好，屏氣凝神，開始把脈。脈象平穩有力。再看看舌頭，也正常。眼睛呢，還炯炯有神。房間裡安靜極了，大夫不說話，學生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啊，老師不會是得了什麼不治之症吧？大夫又湊近了，幾乎是臉貼臉的盯着王安石那黑得發暗的臉，看了又看，還上手輕輕搓了一下。大夫的臉色很複雜，學生們急得不行了。大夫，我們老師到底怎麼了？您一定得救救他呀！大夫看着这群快要急瘋了的學生，清了清嗓子，尷尬地說了一句話。他說：那個宰相大人沒病，他的臉黑只是因為他太久沒洗臉，臉上的泥垢積得太厚了。這句話一出來，全場都懵了。什麼？沒病，只是沒洗臉？在王安石身上，這就是事實。據說當時在場的學生一個個愣在那裡，估計都不知道是該替老師慶幸，還是替老師臉紅。那王安石自己呢？史書上沒寫他當時的反應，但我猜他大概只是哦了一聲，然後該幹嘛幹嘛去了。故事聽到這兒，你可能覺得
這就是個不愛乾淨的怪老頭吧，真夠邋遢的。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想，一個人得專注到什麼程度，才能連自己的臉都忘了洗？他不是天生邋遢，他是真的没有時間。当时的宋朝，表面上繁華，實際上國家很窮，軍隊很弱，老百姓的日子很難過。比如春天農民要播種，手裡沒錢買種子，只能去借地主的高利貸，利息滾利息，到了年底還不上，就得賣地賣房，甚至賣孩子，一個家就這麼完了。王安石看到了，他着急呀，他想到一個辦法，就是在農民最缺錢的時候，由國家借錢給他們，利息很低。這樣一來，放高利貸的人的財路就被斷了。你想想，王安石得罪了多少人吶？尤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。在這樣的重壓之下，吃什麼菜，臉上有沒有灰，他真的顧不上。1000多年過去了，再次讀起他的這句詩：春風又綠江南岸，明月何時照我還。透過這陣春風，我好像看見了一個穿着舊長袍，臉也沒洗的倔強老頭。他站在江邊，看着滿眼綠意，眼神卻像孩子一樣清澈明亮。好了，咱們下個故事見，拜拜。